7月18日星期五，今天白天我吃到一个好大的小道消息，据说今天晚6点整，肖战这个 X9 少年团的前缀要去掉了。夏之光家后援会已经在找人要回名字 ，X9 看样子是真的要解散了。肖战早就当老板了，夏之光要去于正那里，剩下的有几个估计要续约，还有几个就沦为素人了吧。今天谍报上部封顶预约破100万了，100万福利是任少白的物料，所有画面皆为现场侧拍素材，随机掉落一个百变任少白的现场工作日志，是从未见过的肖战，金丝眼镜，斯文贵公子，纸醉金迷，美女美酒夜总会，穿长衫还正的邪性。实际播出请以正片为准哟。昨天也看到不少任少白戴贝雷帽的路透，肖战真是全世界最适合戴贝雷帽的小宝宝了，好硬的下汗线，感觉肖战的脸又瘦了。不过知道肖战工作室有在工作我就放心了，只是这小事做的饭可能要1年后才能吃上，哈哈哈。昨晚肖战参加于西的直播，主持人杨洋一个占有欲的谐音梗，把肖战雷得一大跳，怒起鸡皮疙瘩，还发现角落里的肖战觉得自己领口低了，偷摸提了提，然后一脸正气。网友看到也是笑说：“宝，大家都是熟人了，还这么见外。”然后评论区全都是藏海的上半身裸照。今天官媒又指出《藏海传》独占鳌头，贡献突出。《藏海传》是上半年全网正片播放量冠军。有网友说，原本以为裤子之愣起来了，那就大错特错了，实际上只上《藏海传》大爆之愣起来了。有一个网友说的特别好，娱乐圈的热钱时代，猪都能起飞，一同起飞的所有人和所有获得都会被归时代红利。肖战珍贵，在经济低温大环境寒冬的时代，能扛下线能破上限的人，就是最珍贵的。这大环境下，肖战像个行走的现金流，恐怖如斯。简言之，就是红利褪去才知道谁在裸泳。还有网友分享，《藏海传》为何出海又出圈呢？你见过一部剧导演和演员配合着给场务专门拍了个纪录片吗？看到一个记录肖战《藏海传》幕后故事的特别影片，场务蒋超展示了他在电视剧《藏海传》剧组的日常工作和生活，从细节可以窥见剧组的严谨。曹艺文导演和梁超也出镜采访。一部好剧，除了导演、演员，也离不开幕后工作人员努力和付出，是大家一起成就了该电视剧的每一个光辉时刻。所以说《藏海传》好看，离不开台前幕后每一位工作人员的努力和付出，感谢你们。看到有一位美国网友说，剧好不好看，取决于故事讲得好不好，而故事好不好看，又取决于故事中的人有没有立住。所以，要想出好剧爆剧，人物刻画必须要到位。怎样才能让人物立得住？如何塑造人物才能打动观众？那就要理解人性，并说透人性。而人性是复杂的、立体的、多面的，黑白美丑、善恶强弱，多样化的人性特质在人物身上以及人物之间不断交叉碰撞，从而折射并释放出致命的吸引力。藏海传的火爆，当然也离不开人物的成功塑造。藏海堪称史上最复杂最多面的角色，你能想到的人设属性，在藏海身上都能看得到。你从未见过的人性特质，藏海也都一一展示给你看。藏海的一生可以简单概括为情真意切的虚情假意，理直气壮的用真话骗人，心安理得的谋划利用，九死一生的入局破局。他虽怀揣深仇大恨，却喜怒不形于色，学识渊博，专业技能强大，能屈能伸，能轰能骗，说贵就贵，说演就演，可以柔弱无辜，眉目楚楚，也可以伏低作小，谄媚恭维，内心冰冷坚硬，却仍存善良正义，正直有风骨，却也能卑躬屈膝，既强势狠戾，又重情重义，理智清醒，但也烂命一条不怕赌。网友更是神评，藏海是一款很新的恶童型男主，极为罕见的毒舌茶茶调系小白花人设，如此闻所未闻的角色，演绎难度超乎想象。肖战则以极为精准的角色理解力和细腻生动的人物再现力，为藏海成功复媚。在他的精湛演绎下，藏海就像是从你我身边走出来的一个没有任何金手指体系的人。他是复仇者，却不是无所不能的神。他善良重情，
但并不完美。他九死一生，但也并非算无一策。他孤注一掷不惜以身入局，却又渴望光明向死而生。他骗人，也被他人背叛；他用真心做局，也被真心所害。他被仇恨折磨扭曲得像一只恶鬼，却也因真情浸润得如同天真的孩童。平津侯心狠手辣，杀人如麻，自私冷漠，不可一世，对长子极尽宠溺。一旦成了废人，便毫不犹豫地舍弃；对次子，亲情厚度视家族利益而定，最后甘愿以自己的性命来换取儿子的前程。曹敬贤奸佞阴毒，老奸巨猾，玩弄朝政，疑惑百姓。昆曲发烧友，都尉府乐团团长，敲得了大鼓，唱得了小曲儿，杀人不眨眼，却又极度疼爱子女。赵炳文虚伪狡诈，阴毒狠辣，野心爆棚，草菅人命，天生的反社会人格，纯粹的大坏种。庄大贪婪愚蠢，平生最大的爱好就是贪财，最大的本事就是屏障。庄二年少时玩不羁，尝到权势的甜头之后，攀附权贵，背信弃义，自私冷漠的劣根性暴露无遗。这部剧对所有人都做到了平视和尊重，不因大男主而狂开金手指，也不因小配角而有意贬低忽视。从主演到其他群像人物，叫得上名字的和不起眼的小角色，有台词的和只有一两个镜头的群演，无论是男性角色还是女性人物，都性格鲜明，多面立体，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的表达方式和人物弧光。再好看的故事，也需要由人来依托，而人性越复杂，越深刻，越多面，越难以定义，角色之间相互碰撞的维度就越广，烈度就越深，最后形成的戏剧张力就会拉扯到极致，观众获得的情感满足和共鸣就越来越强烈。尤其是带有悬疑色彩的权谋剧，反转情节是吸引观众的重要元素，但反转不能为了强行转而生硬的去反，而是要反得合情合理，没有逻辑漏洞，转得丝滑入扣，首尾呼应。《藏海传》中的各种反转情节可谓节奏快捷，高能不断，让人拍案叫绝。而反转之后反派人物被反杀的下场方式，更是一场颇具讽刺意味的宿命轮回和大型的因果报应展示。之所以反转效果如此精彩，反杀的下场后果如此绝妙，全因主创在设置反转情节和构思人物命运轨迹时，均牢牢抓住并扣准了人性二字。对付杨真，你用八字全阴来逼我殉葬，那你最终也会殉葬于八字全阴。对付曲交，你当平津侯的刀杀我全家，那我也要让你死于平津侯的刀下。对付楚怀民，你借半吊子的专业身份来害人，那我就让你死于半吊子的专业水平。对付蒋襄，你用毒药害死了沈琬，那最后你也得服毒自尽。对付庄大，你最大的爱好就是贪财和屏障，那我就用贪婪和账册把你拉下水。对付平津侯，你当着我父亲的面杀我全家老小，那最后你也要死在你亲生儿子手中。对付曹敬贤，你用子女成群来掩盖并宽慰你少时的痛，那我就让你子女全灭，让你下辈子还是个绝户。对付赵炳文，你为了得到鬼玺召唤阴兵不惜害死了那么多人，那我就让你最后也死于鬼玺和阴兵的幻觉。紧扣人性来设局，入局又破局，依托于人性完成因果轮回。由此，无论是《藏海传》的故事，还是故事中的藏海集剧中人，在中国影视剧史册中都留下了响当当的名号。尤为可贵的，人性于剧中绝非一个简单的创作工具，而是附着在了抛向观众的一个个钩子之上，让我们在享受不断反转剧情的爽快淋漓的同时，又于丝丝拉拉的痛楚中深度共情于每一个角色，不以大恶中夹杂的一丝善意来粉饰或洗白恶人底色，也不以大善中的少许瑕疵来涂抹或改写良善本色。各有各的人设定位，各有各的谋划算计，各有各的宿命轮回，也各有各的高光时刻。尤其是平津侯和曹敬贤这两大恶人，让人恨得咬牙切齿，恨不能冲进银屏帮藏海杀了他们。可真的下线了，又会被平津侯舍命换取儿子虔诚功名的护犊之情所打动，被曹公公也曾良善仗义的过往付出唏嘘不已，恨死了藏海的仇人，但又有着片刻的心软，心疼藏海，却也为他的仇人落了泪。
然后又对藏海生出无限内疚和深深的负罪感，既恨又恨不起来，为藏海哭，也为坏人哭，就这样矛盾着，又纠结着。剧中所有的角色，故事中所有的人物，于不知不觉之中，已然入了心，进了情，轻轻一扯，就钻心的痛呀！从来没有一部影视剧像《藏海传》这样，将人性刻画得如此鲜血淋漓又缠绵细腻，将人性碰撞的过程展现得如此触目惊心又悲壮惨烈。你能清晰地记住每一个角色，你能瞬时回想起他生命中的每一个时刻，于善恶悲喜之中，见众生相。于光影画卷之中，品慈悲意。感谢《藏海传》，感谢肖战，感谢藏海，感谢故事中的每一个人，感谢故事外与藏海同行的诸多同路人，感谢有你们相伴，哭哭笑笑，共同度过此生最幸福、最美好的追剧时光。快乐就是，就像和那个什么差不多。快乐就像。